刚刚拿到15号 Ultra， 最迫不及待的就是激活它的狂暴充电模式。用10号和15号充电器同时供电，可以看到这个专属的动画。表显 C1 口输入功率是96瓦 ，C2 口的输入功率是58瓦。在剩余电量还有 57% 的情况下，总输入功率有149瓦，已经是相当狂暴的速度了。固态科15号 Ultra 自重585克，产品型号是 PB200U。典型的电池能量只有72瓦时，坐飞机和高铁都可以随身携带。配置了2个 C 口和1个 A 口，而且2个 C 口都支持输入自充电。还有这个 1.3 英寸的彩屏，可以同时看到3个口的输入输出状态。我这边现在室温是23度，15号 Ultra 现在是常温状态，没有明显的发热区。给它激活一个20伏，放电电流设定在3安，也就是60瓦放电。把放电的电流尽量选择小一点，这样线材上面的损耗会比较小，测量会更精确一点。开始记录，启动负载。现在放电的功率60瓦，它的发热区主要在靠显示屏的这一面。现在放电放了7分钟，它的发热区最热的地方现在升高到了28.5度。现在电量还有 28%， 时间用了47分钟。温度最高的位置在前面板，有 35.7 度。我现在的室温有24度。过了这么久，温度并没有升高很多，只比我的手掌热一点。表面的温度发热比较低，这个是转换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表现。现在只剩下 4% 的电，温度最高的地方也只有 37.4 度。马上就要放电结束了，温度最高的地方只有 38.2 度。从电量 100% 放到 0%， 总共用了1小时05分钟，放出的能量是65.1799瓦时。我们算一下它的转换效率，放出的能量值是 65.1799瓦时，除上额定能量值 70.56瓦时，乘上 100%， 转换效率有 92%。如果按典型能量值72瓦时来计算，转换效率有 90%。对于充电宝来说，转换效率大于 80% 都是正常的，所以可以反推出15号 Ultra 的能量值能达到典型的72瓦时。现在电量 0%， 15号 Ultra 已经冷却到了室温状态。充电测试还是尽量选择一个比较小的功率，因为测试还有一个目的是验证电芯的容量。因为太大的功率会在测量仪器上面产生比较大的损耗，让测量结果变得不太准确。现在的室温是23度。开始记录。现在充电的功率是66瓦。
显示屏的这一面已经开始微微有点发热了，但是温度不高，只有26度。现在电量充到 60%， 用了40分钟，功率还是维持在66瓦，没有降低。表面发热比较均匀，温度最高的地方有 37.3 度，只比我的手掌温度高了一点点。充到了 82%， 功率还是维持在66瓦，时间用了56分钟，背面的温度有 35.7 度，正面最高温的地方有 38.3 度。现在充到 95%， 功率降到48瓦，时间用了1小时05分钟，温度还是在 38.8 度，没有突破39度，100%充满了，总共用了1小时18分钟，和刚才开始的时候预估的1小时16分钟很接近。实际充入的能量有 75.6 瓦时，这根是功率曲线，在 90% 以前一直是66瓦充电， 90% 以后开始慢慢下降，直到充满。从刚才的充电情况看，电池的容量是有足够的 70.56 瓦时，把它除以刚才充入的 75.6193 瓦时，乘上100%，它的充电转换效率能够达到 93%， 所以我们会看到它表面的温度不是很高，这么低的发热量也是我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在测充电协议之前，给你看一个它很有用的小功能。如果这根线支持小米的6安输出，你会看到这样的图标。先测 C1 口的协议，这里看到它支持 BC 1.2、苹果 2.4 还有 PD 3.1 的协议，但是它的 PD 协议还有内容。刚刚有没有发现一晃而过有3个画面？ C1 口的 PD 报文有3组信息，一会儿我会把这3组信息汇总到表格里面。现在测 C2 口的协议， C2 口也是支持 BC 1.2、苹果 2.4 还有 PD 3.0， 最大到90瓦。展开一下 PD 协议，最后测 A 口的协议。A 口支持有8项协议。这个表格是所有快充协议的汇总。融合快充只有 A 口支持，最大到33瓦的功率。QC 3.0 A 口支持， QC 2.0 也只有 A 口支持，但是 QC 2.0还有华为 FCP、三星 AFC， 它们3个没有12伏的支持。华为的 SCP A 口支持， BC 1.2 的协议3个口都支持，但是有一点点不同。苹果 2.4 的协议3个口都支持， PE 协议3个口都不支持。最有意思的是 C1 口的 PD 协议有3种类型，一个是正常的 PD 3.0 支持100瓦，一个是正常的 PD 3.1 支持140瓦，还有一个小米专属的 PD 3.0， 最大支持到小米120瓦。C2 口的 PD 协议是 PD 3.0 65瓦，但是小米的专属部分可以输出20伏 4.5 安90瓦。现在我们测试它的文波还有极限电流。如果你想自己测量文波，可以去看看这本书，它里面有讲文波和噪声的测试方法，还有怎么区分文波和噪声的信号。
在 USB 供电的这个部分，可以帮你解答为什么100瓦的充电器实际充电只有几瓦或者几十瓦。先从 C1 口开始，现在是5伏空载的文波，平均有5毫伏。5伏3安满载的文波是平均7毫伏。3.1、3.2、3.5，极限电流是3.5安。C1 口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6毫伏，9伏满载3安的文波平均8毫伏，9伏的极限电流3.1、3.2、3.5安。C1 口12伏空载的文波平均7毫伏，12伏满载3安的文波平均7毫伏，3.2、3.5。12伏的极限电流3.5安。1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5毫伏，15伏满载3安文波平均18毫伏，3.2、3.5。极限电流3.5安。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7毫伏，20伏满载文波平均50毫伏，5.3、5.5。极限电流5.5安。C1 口28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2毫伏，28伏满载5安文波平均65毫伏，5.3、5.5。极限电流5.5安。小米120瓦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8毫伏，满载6安文波平均55毫伏，6.1、6.2、6.3。极限电流6.3安。现在换 C2 口测量。C2 口5伏空载文波平均10毫伏，满载3安文波平均12毫伏，3.4、3.5。极限电流3.5安。C2 口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5毫伏，满载3安文波平均18毫伏，3.3、3.5。极限电流3.5安。12伏空载的文波平均13毫伏，满载3安文波平均25毫伏，3.2、3.5。极限电流3.5安。1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25毫伏，满载3安的文波平均60毫伏，3.3、3.5。极限电流3.5安。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20毫伏，满载3.25安文波平均90毫伏，3.3、3.4、3.7。极限电流3.7安。11伏55瓦空载的文波平均15毫伏，满载5安的文波平均50毫伏，5.1、5.2。极限电流5.2安。小米的20伏90瓦空载的文波平均20毫伏，满载4.5安文波平均是120毫伏，4.6、4.7。极限电流是4.7安。最后我们测 A 口，空载的文波平均是8毫伏，满载3安的文波平均是20毫伏，3.1。极限电流是3.1安。A 口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7毫伏。9伏这个档位的极限电流是2.4安，通常 A 口在9伏档位的电流是2安。这个档位满载2.4安，文波平均是25毫伏。最后是融合快充11伏，空载的文波平均是7毫伏。这一档的极限电流是2.95安，满功率2.95安，
文波平均是75毫伏。这个表格是所有的测试数据，可以看到两个 C 口的极限电流都能超出额定值输出。不过 A 口的极限电流就比较保守，只有5伏这个档位可以超过额定值。毕竟 A 口是古老的接口，只适合小功率充电，大功率充电还是交给 C 口吧。对于文波，只有这4个满载的文波值是大于峰值50毫伏的，而且最大只有120毫伏。其他的文波值都是低于50毫伏，甚至有些只有10毫伏以下。所以15号 Ultra 的表现总体还是不错的。刚才测试极限电流的时候，已经验证过了单口输出的最大功率，除了 A 口不能超载以外，其他2个 C 口都能一定程度的超载使用。2个 C 口同时输出，从官宣的资料看，有一个总功率限制，也就是20伏9安的限制。C1 口只能输出最大6安，C2 口只能输出最大3安。但是 C1 口输出20伏6安的时候， C2 口可以突破到20伏4.4安，也就是 86.54 瓦。A 口和 C1 口同时输出，没有看到官方给出专门的限制。实测下来 ，C1 口可以输出20伏6安 ，A 口还是可以输出11伏2.95安。2.95安是 A 口11伏的最大限制，如果再突破就会有限流保护。对于 A 口和 C2 口同时输出 ，C2 口会有一点欺负 A 口。如果 C2 口输出90瓦，那么 A 口就只能输出11伏1安的电流。如果 C2 口输出65瓦，那么 A 口就大概只能输出 1.2 安的电流。不过如果想让 A 口输出33瓦，那么 C2 口就得降一点功率。在我们实际充电的时候，其实很少会出现2个口都达到满功率的状态，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。从这个最大峰值功率的输出参数可以看出一个信息：3口同时输出也是需要相互迁就的。C1 输出120瓦，C2 输出60瓦。A 口我尝试过了，输出到 1.5 安，也就是15瓦的时候，开始有限制。现在 1.6 安可以稳定输出。从测试结果看，这个多口使用的功率分配图表达的是最大功率值，实际使用中会根据这个参数动态调整。但多口输出的总功率还是很大的，其他很多充电宝还没有这样的能力。现在是 C2 口在放电，设定一个65瓦放电，我们试一下边充边放。从 C1 口充电，连接充电器的时候放电没有中断。现在充电功率92瓦，放电功率66瓦。换到 C1 口来放电，设定28伏，5安，140瓦。从 C2 口连接充电器，同样的放电没有被中断。现在放电功率139瓦，充电功率66瓦，所以2个 C 口之间可以边充边放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功能。现在已经冷却到常温状态，剩余电量还有 1%。C1 口给100瓦的功率，C2 口给65瓦的功率。C1 口的输入功率有96瓦，C2 口的输入功率有59瓦。现在充了8分多钟，15号充电头的温度已经升高到了 43.3 度。它的输出功率是100瓦，15号 Ultra 的输入功率是160瓦。
现在它的温度比15号充电头还要低很多，从这个中心点的温度看只有 37.3 度，这说明15号 Ultra 的转换效率不错。现在充电有21分钟，15号充电头的温度有 48.4 度，15号 Ultra 的温度还是比它低，从这里测定的是有 39.7 度，现在已经充到了 70%， C1 口的功率降到了57瓦， C2 口的功率降到了40瓦。现在充了29分钟，15号充电器的温度现在升高到了 51.3 度，15号 Ultra 的温度表面现在只有 40.7 度，现在已经充到了 89%， C1 口的功率提高到了74瓦，但是 C2 口退出了充电。现在充了39分半，15号充电头的温度降到了 49.4， 15号 Ultra 的温度也只有 41.2， 现在的电量是 97%， C1 口的功率降到了8瓦， C2 口上个阶段已经退出了。整个充电过程15号 Ultra 的温度最高也就是升高到了41度、42度的样子，只比人手的温度高了5-6度，摸起来只有温温的热量。不用继续测了，马上到100%。15号 Ultra 的温度控制让我印象深刻，这意味着它的转换效率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发热量。用3个设备验证一下15号 Ultra 多口插拔不断连的功能。注意，黄色的线是电压，绿色的线是电流，左边是 C1 口，右边是 C2 口。接入 C1 口，注意观察电压和电流的变化。接入 C2 口，这里有一个沟通的过程，电流微微下降又恢复，但是电压没有变化。接入 A 口，对 C1 口和 C2 口没有一点影响。移除 A 口，移除 C2 口， C1 口没有影响，再移除 C1 口，重新接入 C1 口，电压电流恢复，再接入 C2 口，C 口接入会有一个短暂的沟通过程，再接入 A 口。前面的每项测试都做了阶段性的总结，这里就不去重复了。经过这些测试，酷台科15号 Ultra 给我留下了几个印象深刻的关键词：延迟高、发热小、文波小、自充快，能边充边用。好了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